无限回购的平价高品质零食第二弹来也，真的是一模一样，又攒了一波平价且好吃的零食们，给大家的双11清单加一点强度。首先是这个黏糊麻辣烫，在 K 总的直播间种草的，它的配料表真的非常的干净。不瞒大家说，这个我已经连着吃了3天了，煮出来就是这样的了，哇，非常黏糊。真的爆好吃了，每一次吃都会被它的这个味道震惊住。它就是纯咸口的，虽然说里面有一包奶粉啊，但我的建议还是奶粉要全放，但是你吃不出来那种甜甜的感觉。里面的麻酱真的太醇香了，但是完全不腻口。它的牛筋面跟我们平时吃的有点不一样，它就是扁的，但讲真的，它的味道还是很劲道，每一个人上面都裹满了酱。非常好吃，灵魂在里面的麻油还有它的醋包，记得一定要全放。里面的蔬菜全是自带的哈，这跟我线下买的20多块钱一碗的麻辣烫，说实话味道没差。天气冷了，在家吃上一碗热乎乎的黏糊麻辣烫，是谁幸福了我不说。豆皮都自带的啊，就是你不要看它小小的一包牛筋面，煮出来满满当当一大盆，我感觉2个人都够吃了。这个我还从来没给他拍过视频呢，非常好吃，就是福建泡鸭掌的味儿。看这么一大包，我记得在外面买这种一包都要个10几块钱，双11的活动还挺划算的，这么大一包9块9，然后第2包0元。打开的话都是这样独立包装，还挺适合出门携带的。味道真的很像罐装里面糖泡过的鸭货。调味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醋泡鸭掌的味道，带点家常的醋酸，还有一点的咸味，没有一点点的甜味，但是没有罐装的那么重口，上厕所也不会那个味道，吃起来超级开胃。如果说吃腻了那种卤味的鸡翅尖，或者说卤味的鸭掌，可以试一下这个醋泡的。最近天气比较冷，打开呢会有这种汤汁冻状，这个说实话也不咋影响口感，没有鸡腥味，这包热量也非常友好，哇，好好吃。就也别看它鸡翅尖小，但是肉还是挺厚实的，又嫩又厚，清香遍入，香辣的辣度就跟那个小米辣差不多。下一个是茉莉雪芽，这个我真的愿称为伯牙节咸的平替。它的配料表真的很干净哦，第一位就生牛肉，而且是大于等于85%。它这个包装我觉得还是挺高级的，是蛮有厚度的，而且我觉得拿来做面面也是挺爽的啊，特别能满足那个手劲儿。仙女下凡，谁懂啊？真的很好喝。哇，谁懂啊？就是茉莉奶驴的味道，就是伯牙节咸少冰的味道，它喝起来就是非常温柔的茶香，不是那种很涩口的，也没有那种很浓郁的茶味。重点是它的奶味是真的挺浓郁的，而且喝完嘴巴里还有淡淡的回甘，跟外面20多块钱一杯的奶茶几乎没差。太高级了，这味道手拿把掐。为了测评这个味道，我还买了一杯伯牙节咸，伯牙节咸微糖少冰。我测下来味道几乎是一样的，这个要多加点冰块，就等于糖。这一大箱也才2块5，我觉得是真的很划算。下一个是苹果脆，买的不是露丝那家真的太贵了，但是这家呢是我测下来价格非常划算，配料表非常干净，口感非常好的一家。我也有试过别家，你看别家都有加白砂糖，但是这家呢配料就只有红富士苹果。都还挺完整的哈，这次小哥心情还挺好，不是那么暴力。该怎么去形容你的脆度？就是有厚度的薯片的口感。真的很香脆，它真的为自己证明啊，不是无聊的苹果，它的口味带一点酸酸甜甜的，整体是酸会大于甜，非常适合身材管理其实，因为它是闪蒸脱水工艺，保留了苹果所有的营养价值。太脆了，太好吃了，它真的就很适合下午解馋的时候吃。我家就这么一包了，真的不舍得吃，封起来。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贵价的，这个贵一点的苹果干，它吃起来有点像是苹果干加上棉花糖的组合，就一口咬在了棉花上似的。我不是特别喜欢这样的口感，但如果说牙口特别不好的话，可以试一下这种苹果干。下一个是云南的特产甜酸角，长得真的是有点平平无奇，但是它的味道非常的霸道，像是长开了的桂圆。不过这个还是非常解压的，这是它的根须，好像说可以泡水喝。口感是那种糯叽叽的，像是山楂被碾成了果泥但是它这个酸度没有山楂的酸哦，我感觉吃这玩意儿就挺开胃的。这种长一点的剥出来就比较瘦，
整体的味道就是柿子加上山楂。这个孕妈妈会喜欢纯天然的果脯蜜饯，树上长啥样，它摘下来就是啥样。然后我还买了这种纯果肉的，纯果肉的就比较适合去旅游的时候带出门吃。但是啊，这种纯果肉的也会稍微贵一点。它都给你剥好了。但剥好之后，它这个果肉会有一点点风干，就没有刚剥出来的那么的糯。哇！但是不要看它糊这么多，它的果肉还是很厚实的。那今天就先这样吧，已经推荐5个了，其实还有好多没有讲，那我们就下期见吧，拜拜。网购 N 次的报恩水谷，不翻车分享。首先是我回购了2箱的脆柿，冬天就是吃柿子的季节。但是我这个脆柿跟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水灵灵的柿子口感完全不一样。这个横截面真的很漂亮，哇，柿子界的硬骨头。我第一次吃的时候，我还以为它没熟嘞，但是吃的又很甜。我一搜啊，原来这是它的另一个品种，这个叫巧克力脆柿。刚开始吃真的以为它像是生吃红薯或者是雪莲果，整个口感是那种水脆的，然后是带甜度的，吃到最里面的部分，妈呀，更甜了，就跟掺杂了蜂蜜似的，真的很好吃。吃起来体面，不会像软柿子流一手水。但是这个就没有小舌头，不过口感真的很新奇。它真的太脆了，我感觉我舌头下面那个小袋子都快要被割破了。再教大家一个灵魂吃法，中间给它挤上干叶酸奶，再给它一盖，就跟汉堡包似的，再放冰箱里一冻。妈呀，你就吃完一吃个不吱声。下一个番茄，这个可不是普通的番茄，它可是玫瑰番茄。这个我愿称之为番茄中的红四美。第一次吃到它的时候真的是惊为天人，详细请看 VCR。最开始我买来是想做番茄蛋汤的，切的过程中我真的看它太水灵了，没忍住直接狂炫3个。我勒个豆，妈呀，太水润了，超级好吃！每次吃还是会被它震惊住，它真的是我近期吃到过最好吃的番茄。哪怕我嘴巴里有2个口腔溃疡，我还是想要吃它。终于理解到了童话故事里的美人鱼，它的尾巴变成腿，忍着疼痛还要见到王子的迫切的心情。它就一个缺点，就是价格有点贵。我买的还是小果的，小果都已经非常非常好吃了，我都不敢想象大果能有多甜。这个我愿称之为金翼花魁。就是这种自然熟透的番茄，里面全是汁水，很像浓缩的番茄蜜汁，甜度很高，酸度差不多就0.5到1分吧。咽下之后，嘴巴里还有淡淡的玫瑰花香，别管了。哪怕它里面裹着炸弹，我也要甘之如饴。展示的是小果，口袋比较贫瘠，但是就这个小果，它的味道就足以震惊我了。哎呀，我的口腔溃疡告诉我啊，要多补充维生素 E、B、C、D、E 了。下一个是我家长辈特别爱吃的树上熟的人参果，它这口感真的是越来越好了，但是也意味着它马上就要下市了。不开玩笑，你吃它的时候，你真的得用手兜着，真就是肉眼可见的水灵，跟18岁的小姑娘似的，嘎嘎甜，嘎嘎水润，水光肌乒乓球，太清甜了，就像是挖了一勺蜂蜜泡的水似的，而且它是树上熟的摘下来，所以它是没有怪味的。天呐，我这裤子遭殃了，全是它的水，它这汁水太吓人，太充沛了，直接把我1天的饮水量达标了。爱媛果冻橙本来是满满当当的一箱，被我炫的只剩5个了。这个橙子就是我每年冬天一定会回购的。展示一下它的优秀横截面，爱媛果冻橙它的皮真的非常非常薄，我觉得叫它橙子真的是委屈它了，这玩意儿应该叫它果冻。这不就是没有加糖浆的果粒橙的味道吗？这个品种就是融合了橘子还有橙子的所有优点，吃起来就是果香浓郁，汁水又很足，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。果肉真的太细腻了。现在买这个橙子的话，我建议还是往大果或者是特大果去拍。11月的果冻橙差不多有个8分甜2分酸，这点酸味在橙子上我还挺能接受的。我觉得橙子还是要带一点点的果酸才好吃。如果说想要吃纯甜的话，那得等到12月份或者是1月份。妈呀，这个盘子当个反光板还挺好用的。